晚上好啊！今天我们聊的就是世界公认最恐怖的10个娃娃。先讲好啊，这几个娃娃真的不建议你放在房间里面，除非你今晚真的不想睡。上个星期我在翻 TikTok 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网友，他的一个恐怖娃娃竟然咬着他头发不放啊！到最后他把这个电池拆掉，可是啊，他还可以动啊！而这个只是今晚最不恐怖的一个。第10名 Getters 仙人掌娃娃。讲到 Getters， 相信大家也不陌生，就算没有买过也看过。最主要的是它会模仿我们讲话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？很多小孩子玩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就会大哭，甚至是吓到直接把它丢掉。TikTok 上就有很多的网友分享了这些让人不安的影片，很多的用户就分享了自己的恐怖经历。他们买了这个娃娃过后啊，就频繁的发生这些灵异事件。有人讲这个娃娃半夜会自己讲话，也不懂他们讲什么，就算关机了，它也还是在那边自己讲话。甚至他们把娃娃的电池都拿出来了，依然会发出声音。最夸张的还是这个用户他就受不了了，就把这个娃娃丢进垃圾桶。结果第二天那个娃娃就莫名其妙的回到家里面去。以下就是我在 TikTok 上看到的视频，我们一起慢慢品尝。Aku dah lambat weh. Lui. Awak pergi mana tu? Katanya kau tak jawab Eh, siapa tu? Aku dengar macam suara dia tau. Jawablah sekarang. Jawab. 不过我觉得这个影片应该就是拍摄出来吓人罢了的啦，不过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害怕。半夜一个人盯着他看的时候，还是有一点点感觉的，对不对？ 第9名 Robert the Doll 罗伯特。在美国的一个博物馆里，有一面墙就贴上了成千上万的道歉信，这些信就是写给 Robert 的。可是诡异的是，这个博物馆里面根本就没有一个叫 Robert 的人，就只有一个叫 Robert 的娃娃。传闻讲，我们参观 Robert 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对他不尊敬、没有礼貌，弄到他生气，那么就会发生出各种各样的事情。有的人马上会发生车祸，有的人马上会被炒鱿鱼，反正就是各种不顺。唯一破解的方法就是写信向他道歉，希望 Robert 娃娃可以原谅他们，放过他们。这个 Robert 为什么那么邪门呢？故事还要从1904年开始讲起。有个有钱家族的太子爷 Robert Eugene Otto， 大家都叫他 Genie。当时 Genie 就收到了一份很特别的生日礼物，就是一个娃娃。而这个娃娃的身高和样子都是按照 Genie 的外表量身定制的。这个也是那个地方很普通的一个习俗之一啦，其实也不奇怪。Genie 很喜欢这个娃娃，每天抱着它玩耍，甚至还把自己的名 Robert 都给了他。他喜欢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经常帮他换衣服，一起睡觉，就连吃饭的时候都会准备一份食物放在他前面，就感觉他是活着的那样。刚开始妈妈就认为 Genie 只是很喜欢这个娃娃，认为只是孩子想象力丰富而已，于是就没有多想。可是啊，久而久之，妈妈就发现不对劲了，因为啊 Genie 就变到不爱出门了，经常把自己和这个娃娃一起关在这个小房间里面，每天和娃娃讲话。恐怖的是，听起来就是 Genie 在模仿这个娃娃的声音，在和自己聊天，就是有2种不同的声音在谈天的感觉。可是 Genie 模仿的这个声音又十分的低沉粗糙，
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可以发出的声音来的。这个房间经常都会传出很多奇怪的碰撞声。有一次，这个房间就传来那个碰撞声，父母就打开房间看的时候，就发现房间乱七八糟，玩具丢到到处都是，而吉妮就抱着这个娃娃一动不动的站在角落看着父母。父母就问他为什么弄成这样，吉妮就指着那个娃娃讲：“这些不是我做的，是他做的。”刚开始父母也不怎么在意，可是后来就越来越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有一天，他们的邻居就走来他们家投诉，邻居就讲：“为什么你们要把这个娃娃放在窗口上？可不可以换一个位置啊？你们时常放在这个位置啊，看了就让人很不舒服，就有一点点吓人。”于是夫妻俩就上楼看，可是那个窗边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啊。还有一天半夜的时候，吉妮的房间就传来了一阵很奇怪的笑声。妈妈就慢慢的走进房间看，慢慢的打开房门，房间很安静，吉妮也睡到很甜，但是床边的娃娃就坐在那边，那双眼睛就很像在盯着她看那样。后来啊，这间屋子里面的娃娃就慢慢的就全部被拆到散散的，一些娃娃上面还有一些血迹，就只有罗伯娃娃完好无损。从此父母就觉得这个娃娃肯定很有问题，于是就把这个娃娃收进了一个木箱，然后就锁在家里的阁楼上面。过后父母就带着儿子搬了家。从此啊，那些诡异的事情就没有再发生了。直到后来，吉妮就慢慢的长大了，父母也百年归老了，吉妮也就继承了这个老房子。在整理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钥匙，于是他就拿着这个钥匙，在他家的全部门都试了试，到最后就找到了这个被锁着的阁楼。阁楼一打开，他就看到一个娃娃坐在那边盯着他看，就很像在等着他的感觉。这个时候，吉妮就想起了这个他曾经很喜欢的娃娃，于是吉妮就和这个娃娃一起玩起那些小时候玩过的游戏，就像小时候一样，抱着他一起睡觉，还准备了他的食物和他一起吃饭。从此，吉妮就再次的和这个娃娃形影不离，直到百年归老。吉妮死了后，另一个新主人就住了进来，在屋子里面也发现了罗伯，随之而来的又是一连串的怪事。娃娃就会自己改变姿势、移动位置，家里还经常会出现莫名的脚步声。到最后，罗伯就被新主人送到佛罗里达州的博物馆里。所以，如果你有机会参观这个博物馆的话，记得要对这个罗伯保持尊敬，或者你提前想好这个道歉信要怎样写。第7名，普帕。时间回到100多年前，意大利的 Trieste 那个地方就有一个这样的传统，就是小孩子出生过后，父母就会送他一个娃娃，而这个娃娃父母就会按照孩子的样子来制作。有些父母甚至还会用孩子的头发来为这个娃娃制作头发。这个普帕不大，只有30cm，穿着蓝色的衣服，金色的头发，十分的可爱。你们看是不是和它的主人看起来很像？小女孩就很喜欢这个娃娃，每天抱着它形影不离。可是啊，小女孩经常就会讲出一句很恐怖的话：普帕是活的。小女孩每天都和普帕聊天，普帕很乖，会帮她保守秘密，甚至还救过她的命。女孩的家人当然不相信了，他就认为只是女孩在乱讲话，也没有怎么理她。一直到2005年，女孩去世过后，可怕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。女孩死了后，她的家人就为了纪念她，于是就把普帕安装在家里的玻璃展示柜前面。而这个时候，真正恐怖的事情就开始了。她的家人就经常的听到那个玻璃柜子那边
会传来一阵哒哒哒哒的声音，就很像有人在里面轻轻地敲那个玻璃柜子的声音那样。恐怖的是，他们发现不爸的脸部表情经常还会发生一点点的变化，而且还会自己更换姿势，有时候头会歪一边去，有的时候手臂会抬起来，甚至连柜子里面的小摆件都会发生变动，就很像不爸在里面走动的感觉。而最恐怖的那次就是，有一天柜子里面又发出了奇怪的敲打声，于是家人们就走过去看，一看当场把他们吓一跳。当时整个玻璃柜就有一层雾气，看起来就很像是不爸在呼吸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雾气上还出现了几个字：不怕哦呀。普帕很讨厌这样，看起来就是他不想被关在这里。那么普帕为什么会变成鬼娃娃呢？是因为他用人的头发制作，所以容易吸引到肮脏东西住进去，还是讲深爱它的主人死过后舍不得这个娃娃而住了进去？现在普帕已经下落不明了，大概率就是被某一个灵异收藏家收在自己的家里面啊。第6名，安娜贝尔。喜欢看恐怖片的朋友应该都有看过这部电影，不过真实的安娜贝尔就没有这么恐怖，她就只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红发娃娃。就在1970年的时候，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叫多娜的女生。一天多娜生日的时候，妈妈就买了这个娃娃送给多娜。多娜很喜欢这个娃娃，每天会抱着她睡觉，还帮她取了个名安娜贝勒。不久后，大家就觉得这个娃娃有一点点奇怪。一天下午，多娜放学回到宿舍的时候，她就发现这个娃娃的姿势有一点不一样了。上学前，她明明就是把这个娃娃平平的摆放在那边，可是这个时候，她就发现这个娃娃竟然翘起了腿。过后就发生了一件更奇怪的事情，她在宿舍里面就发现了一个用铅笔写过的纸条，那边写着“救命”。当时她也问了她的室友，可是也不知道是谁写的纸条，不知道谁在求救。从此，多娜就和室友们经常的发现安娜贝勒经常就会更换姿势、换位置，感觉上就很像她有生命，自己会动那样。过不久，多娜就去找了一个师傅通灵。通灵的结果真是让人震撼，想不到真相竟然是这样的。他买回来的这个娃娃其实本身是没有问题的，不过问题就出现在多娜一家住的那个地方。在这个公寓还没有建好的时候，有人在这个地方就发现了一个7岁小女孩的尸体，而这个小女孩7岁的时候被人谋杀了，因为怨气太重，于是灵魂就一直在那边游荡着。最后，这个无助的小女孩就住进了这个娃娃的身上，而这个小女孩就叫安娜贝勒。通灵师还讲，安娜贝勒在娃娃里面看起来是要求救，不过这个不是她真正的目的，她其实一直在找一个机会，就是要把多娜当着她的替死鬼。多娜和室友当时就吓到魂飞魄散了，于是就找到了一个美国很有名的超自然调查者华伦夫妇。华伦夫妇一眼就看出这个娃娃是住着恶灵的，他们举行了驱魔仪式后，就把安娜贝勒带回了他们的家中，收藏在一个特别的生物柜中，并写着危险，绝对不要打开。直到现在，他就在美国的一个灵异博物馆里，博物馆的神父依然会定期的为他祈福和做镇压仪式，以便防止恶灵的能量扩散。第5名 ，Cabbage Patch。这个不是都市传说，而是真实引发全球恐慌的恐怖娃娃。现在这个娃娃已经被全世界封禁了，禁止销售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娃娃。这个娃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吃东西，我们给它什么它就吃什么。危险的是，它经常就会吃到小朋友的头发，甚至手指。想想看，
儿童那么幼小的手指和头发被卷进去，是不是很危险？恐怖的是，我在网上看到这个娃娃，它没有了电池还可以移动，就算是把电线剪掉啊，可是这个娃娃还是不停的在那边走来走去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不过最后这个娃娃还是被厂家全部回收，禁止销售了，从此就成为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恐怖娃娃。接下来第4名 Chucky， 这个娃娃相信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。小时候看到这个电影是真的怕，尤其是他受伤过后，脸上带着很多缝合的疤痕，手上还拿着那个小刀走来走去，看到都怕。这个娃娃会变成鬼娃娃，其实就是在一个坏人临死前，用咒语把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这个娃娃身上，从此就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娃娃。虽然只是电影，不过还是很恐怖，大家应该也不敢把这个娃娃放在房间里面吧？反正我不敢。希望今晚你的娃娃都乖乖的待在原地。第3名 OK Cool 小橘娃娃，这些如果你们还想看的话，就要先订阅，然后再点下小铃铛。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